说干什么呀？燕子，我儿子都不在了，你也留在我这个家干嘛呀？是不是想着分我们家的家产呀？我没有，妈，这孩子还那么小，他已经没有爸了，他不能再没有妈了。没妈怎么了？还有我这个奶奶，我一样能把他抚养长大。那怎么能一样呢？妈，我求求你了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要孩子。你让我留在这个家里，把孩子抚养长大吧。不可能，燕子，我能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？就想留在这个家里，分我们家的家产，你想都不要想，赶快给我滚！妈，我真的没有。你别叫我，赶快滚！啊，走！妈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今天吃什么呀？不知道呢。哎，那个燕子，你这怎么了？怎么还哭起来了呢？是啊，燕子，你这怎么还拿着包袱？你这去哪儿呀？尊宝哥，嫂子，我婆婆她把我给赶出来了。你说什么？这王婶把你给赶出来了？这怎么可能啊？是啊，燕子，你们两个平时相处的多好啊，她怎么可能会赶你呢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她就说不让我在那个家待着，还说我要继续留下来，就是为了贪图他们家的财产，所以才狠心把我给赶出来了。你说孩子还那么小，他怎么能那么狠心呢？这小东，这刚走没多长时间呀，这我王婶怎么能把你赶出来呢？这以后孩子怎么办呀？谁说不是呢？这婶这么做也太过分了。尊宝，你在这好好劝劝燕子，我去找婶，问她怎么回事。哎，兰兰，等她好好说。燕子，你先别哭了，这兰兰已经帮你去问了。我看我婆婆这次是铁了心了要把我给赶走。燕子，你别这么说，这中间说不定有什么误会呢。你先在这儿稍微等一会儿。兰兰，你回来了，怎么说的？婶呢？那个燕子，要不你还是出去吧。这家里面小宝跟婶，我跟你哥，我们两个会帮你照应的。不是，兰兰，你怎么回事？你怎么也让燕子走啊？孩子还在家呢，他走了，孩子怎么办？那个尊宝，毕竟是他家的事，跟咱们没关系，咱们也不好插手啊。燕子，要我说，你还是先出去吧，这是你们家的事，我也不好插嘴。婶现在正在气头上，这几年你先出去打工，这家里有孩子，你也不用担心，我会帮你照应的。等过几年婶气消了，你再回来。我明白了，嫂子，谢谢你。我妈这次是非得把我给赶走，谁说也没用。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啊。哎，兰兰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你不是去找婶说了吗？行了，回家我再跟你说，赶紧走吧。哎，这一转眼5年间过去了，这些年我在外面开了一家公司，自己也买上车买上房了，也不知道我那个婆婆这几年在家过得怎么样。我这次回去啊，就把孩子的抚养权挣回来，以后我来抚养孩子。算起来，孩子也该上学了。哎，嫂子，燕子，燕子，你回来了。是啊。你说，你这走的有好几年了吧？现在怎么回来了？啊，嫂子，我这走的差不多有5年了，这么多年我都没有见孩子，我不是想孩子了吗？我这次回来就是把孩子给接走的。你要把孩子接走，燕子，你说你要把孩子接走了，你婆婆一个人在家该怎么办呀？你都不知道这些年她为了把你孩子养大，她有多不容易。这孩子可是她唯一的寄托了。这一切都是她自找的。如果当年她没有狠心把我给赶走，她也不至于一个人带孩子那么辛苦。燕子，你婆婆那么做是有苦衷的。苦衷？她有什么苦衷呀？她让我们娘俩分离，把我狠心给赶走。不过说起来，我也得感谢她呢。如果不是她狠心把我赶走的话，我也不会在外面吃了那么多苦，受了那么多罪。
不过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这些年我通过自己努力的打拼，也开了一家公司，自己在市里买了房买了车。是吗？燕子，你现在这么有本事？是啊，所以我才回来把孩子给要走，让孩子过上好日子。燕子，你不能这么说。你现在条件是好，你不知道这些年你不在的时候，你婆婆一点都没让小宝受委屈。你不知道小宝现在长得可好了，白白胖胖的，而且特别聪明。这一切都是你婆婆的功劳。你说你要把她接走了，你婆婆一个人在家，她得多孤独啊！那我管不着，这她照顾他也是应该的，谁让她是孩子的奶奶呢？当年她那么绝情，说我留在那个家里会贪图他们的家产。你说就她那个房子能干什么呀？能值几个钱呀？我会图她那些东西吗？这几年她让我们骨肉分离，你知不知道这5年我是怎么过来的？我告诉你，就算她一个人孤独终老，我也不会同情她的。燕子，你误会她了，你婆婆那么做都是因为你呀。因为我？你开什么玩笑？她这么做也是为你好啊。其实当年我去找她的时候，兰兰，你过来干嘛呢？婶儿，我过来就是想问问你，你怎么把燕子给赶走了？赶走就赶走呗。兰兰，我们家的心啊，你别操了。婶儿，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？咱们都是多年的邻居了，我知道你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。这段时间是不是你跟燕子闹别扭了？你告诉我，我跟你们说一说，调和一下。没有，兰兰，这是我们家的事儿，你就不用管了。你走吧。婶儿，你说说你，我知道你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，也做不出这样的事儿。你是不是遇到什么苦衷了？你告诉我。兰兰，既然你问了，婶就跟你说实话吧。这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，这小东已经不在了。燕子呀，她是个好媳妇儿，我不想让她拴在这个家里一辈子呀。她还年轻，我还让她出去寻找她自己的幸福。婶儿，我知道你这么做的出发点是好的，可是你应该告诉燕子呀。你说你就这样把她赶走了，她不记恨你吗？再说了，这小宝还这么小，你也年纪越来越大了，你怎么照顾呀？兰兰，我没事，这燕子恨我，就让她恨吧，只要她能过得好。不过，兰兰，咱们两个今天说的话，你千万不能告诉燕子。燕子呀，她是个好媳妇，如果她要知道我故意把她赶走的，她是不会离开这个家的。那行吧，婶儿，既然你都这样说了，我答应你，我不告诉她。那好，你一定要替我保密。行，我知道了，以后有什么事直接告诉我，我帮你。那好，兰兰，谢谢你。婶儿，你就别跟我客气了。婶儿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兰兰，不送了。什么？你说的这一切都是真的？都到现在这个时候了，我还有必要骗你吗？本来我是想告诉你的，但是我又答应了婶儿不能告诉你，所以啊，我一直瞒着你。婶儿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啊。你说，这小东都不在了，他不想让你受委屈，所以才把你赶走的。这些年是你误会了婶儿。原来我妈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好，我还那样怨恨她，是我不好。嫂子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要去看我妈了。行。燕子，谁让你回来的？我都告诉你了，这个家不需要你，赶快走。妈，我都知道了。什么你都知道了？妈，你让我进去说好吗？进来吧。妈，对不起，我误会了你那么多年，原来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好。燕子，你说你还回来干嘛呀？妈，我如果今天不回来，没有碰到兰兰嫂子，她把这一切告诉我，我可能到现在还恨着你呢。燕子，你恨我不恨我，妈都无所谓，只要你能过得好就行。妈，你怎么能那么傻呢？当年我走了以后，你一个人带着孩子，一定吃了不少苦，受了不少罪吧？也没有，燕子，倒是你出去这几年，一定吃了不少苦吧？
我没有妈，你就别骗我了，你肯定吃苦了。你说你一个人带着孩子，孩子还那么小。我吃点苦也没什么，只要你在外面过得好，妈就很知足了。妈，你放心吧，现在既然我知道了真相，我就不可能对你不管不顾了。以后我会好好照顾你，再也不让你吃苦了。燕子，我这一个老太婆，怎么都无所谓，没事儿，这一切啊都过去了。现在妈不是好好的吗？你看看这小宝呀，现在也长大了，也去上学了。妈，你别这样说。这些年，其实我在外面过得也不错，我自己开了一家公司，现在买了房，买了车。以后我带着你和小宝过好日子。燕子，原来你那么有出息啊！只要你有出息，妈就高兴。不过，妈现在啊也不想拖累你。妈，你说什么拖累不拖累啊？这小东虽然不在了，但是还有我呢，我会替他尽他没有尽完的孝。以后我就是你的女儿，我来照顾你。行，行，燕子，你以后就是妈的女儿了。妈，燕子，别难过了。你看这小宝呀，也该放学了，咱去接小宝吧。好，我都好长时间没见小宝了。那行，这小宝见到你啊，一定会很开心的。走。